相传90年代，一架客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上空。机场工作人员经过询问这架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和向上级查证后，发现这架飞机竟然是35年前神秘消失的914航班。大家好，我是顾教，一个名字好笑但内容却难看的频道。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神秘消失的914航班。具体的故事经过是这样的：1990年9月9日，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塔塔中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架早已淘汰的道格斯加型客机从天空中出现并坠落。奇怪的是，机场的雷达中根本没显示这架飞机的踪迹，它仿佛是凭空冒出来的。当飞机停稳后，警卫人员立马包围了飞机，飞机舱门打开了，里面的驾驶员和乘客走出机舱。看着眼前如临大敌的警卫人员，一脸的茫然地说：“飞机里有犯罪分子吗？这是哪里？”机场工作人员：“这是委内瑞拉卡拉加机场，你们是谁？从哪里来？”驾驶员听后愣了一会，然后惊呼：“什么？我们是914航班，属于访美航空公司，本应该从纽约飞到佛罗里达州的，怎么会到了委内瑞拉？误差几千公里啊！”接着飞行员返回飞机，拿出了飞行日记给现场人员看。现场人员发现飞行日记上记载该飞机起飞的时间是1955年7月2日，时隔35年。在场的人惊呼：“这不可能，你们是在编故事的吧？”后来经过查证，才发现机组人员并没有撒谎，也不是开玩笑。该飞机确实是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机场起飞，飞往佛罗里达的，但是在飞行途中和地面塔塔失去了联络，就此消失无音讯。1955年7月2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57名乘客登上访美航空914航班，从纽约飞往迈阿密。他们在座位上安顿好，期待着佛罗里达的椰树风景，水清沙白，飞机顺利起飞。但3个小时过去了，早该抵达目的地，却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迈阿密机场控制塔的雷达未检测到该航班，也没接到任何求救信号。空中交管联系纽约机场控制塔，得到的回复相当令人费解：914航班在雷达上消失了。除了雷达无法侦测之外，无线电也联系不上飞行员。这架4发动机螺旋桨客机没有留下机体或者乘客的任何线索，就这样凭空不见了。914航班的飞行路线是从东北到西南，其中一段要经过大西洋上空。人们的第一猜测是，飞机可能在这途中哪个地方坠机了。海岸巡逻队派出大量营救队伍，仔细搜查了相关水域，一无所获，连飞机的一点渣渣都没捞到。调查方不得不表示，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61个活生生的人，连同一架数吨重的飞机，在光天化日之下消失不见了，就像被灭霸打了个响指。这个事件成了一起未解的悬案。官方的解释：飞机不幸坠毁，无人生还，但遇难者的家属们提出了一系列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问题：914航班到底去了哪里？飞机上的乘客都遭遇了什么？为什么找不到飞机残骸？没有人知道，或者应该说，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答案。时间快进到1992年5月21日，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对于空中交通指挥员胡安·德拉克德来说，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他冲上一杯咖啡，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观测航班。他正盯着一架飞机呢，突然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毫无预兆的，雷达上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点。这架飞机就像是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来的戏法，或者说，它像是一直在躲着雷达，现在才决定现身一样。
不管怎样，对于一个民用机场来说，这都太不正常了。胡安特拉特德反复检查雷达的指数，怀疑是不是机器出了毛病，但雷达运行正常，而且没到10分钟，这架可疑的飞机就进入了视线范围。胡安德拉特格跟同事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起初他们以为这是一架普通的飞机，等他靠近了才发现，这架飞机已经非常老了，这是一架道格拉斯 DC-4 客机，仍然靠着螺旋桨推进，而不是现代的涡轮机。这种古老的机型虽然仍有使用，但大多数已经被淘汰了。故事真正诡异的地方才刚刚开始。这架神秘飞机的驾驶员开始呼叫控制塔，说的是英语“我们在哪里”。作为当天的负责人，胡安特拉特德做了回复，并反问道：“你们要去哪里？”对方沉默了片刻，回答道：“我们是反美航空914航班，从纽约飞往迈阿密，搭载有57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整个空管中心都震惊了，一架访美航空的飞机在离目的地1100英里之外的地方做什么？等等，他又是怎样到这里来的？胡安特拉特德紧接着问了飞行员几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更让人匪夷所思。对方表示，航班预计1955年7月2日在9点55分降落在迈阿密机场。这回轮到这边沉默了。在进一步询问之前，空管中心清理了跑道，迎接神秘航班落地。胡安特拉特德不知道如何应对飞行员所说的一切，也许这是个天大的玩笑，或者对方其实是个神秘的疯子。但飞机上还有那么多乘客，至少得保证他们安全着陆。地面安保立马也赶来支援神秘飞机及乘客，并没有遭到抵抗。胡安稍微放松了一点，非常好奇地问飞行员：“你知道今天是1992年5月21号吗？”对方的再次沉默告诉他这个问题问错了。地面人员一边靠近飞机，飞行员在无线电那一端显得非常惊恐。你说什么？胡安特拉特德立马决定让安保人员强行登机，保证乘客安全。然而他们还在靠近飞机时，飞行员做了出人意料的动作。他颤抖着的声音说道：“不，滚远点，我们要离开。”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重启引擎，将飞机滑行上了跑道。胡安试图制止他，告诉他这样做有多危险，但对方没有再回复，只是加速起飞，拉远距离，直到重新变为雷达上的一个点。然后914航班再次消失了。地面一群人目瞪口呆地蹲在原地，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想象一下，您刚刚见到一架凭空冒出来的老飞机，说他们要去迈阿密，然后转眼它又飞走了，就像出现时那样猝不及防，简直就是一场集体幻觉。再也没有人见过那架飞机，直到今天也没人能解释加拉加斯的那个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公众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出现了很多相关理论及解释，其中最流行的是时空隧道假说。914航班误闯入一条时空隧道，从而穿越到了未来。看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嗅到了太多可疑的蛛丝马迹？你不是唯一一个。整个事件的真实性确实引发了巨大争论。其实在1985年，一家名为《世界新闻周刊》的小报第一次报道了这个故事。这个时间比流行的故事版本早了7年。好了，我是咕咕叫，一个名字好笑但内容却难看的频道。大家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期见。